你必须辞职在家照顾我和家里，不然就每月给我3000元房租。婆婆拍着桌子，气得脸色发红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丈夫小磊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为难，却不敢吭声。这已经是婆婆第3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。妈，我现在工作正处于上升期，每月工资有1万多，如果辞职在家，不仅浪费我的专业和能力，经济上也会有很大损失。我尽量平静地解释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钱重要还是家庭重要？你看看现在的家，衣服堆得到处都是，饭菜都是外卖，这像个家吗？婆婆指着茶几上的外卖盒子，继续数落。我儿子每天工作那么辛苦，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小磊终于开口，妈，我和小雅都很忙，家务我们可以一起分担。你闭嘴！婆婆直接打断他，这是我和你媳妇的事情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房子是我的名字，我养老送终的事情必须有人负责。小雅，你要么辞职在家照顾我和家里，要么从下个月开始每月交3000元房租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婚前婆婆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，现在却要我放弃工作当全职主妇，还以房租为要挟。妈，我们已经每月给您2000元生活费了，现在您又要收房租。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那是孝敬父母应该的。婆婆寸步不让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想收多少房租是我的权利。你不想当全职主妇可以，但必须拿出钱来。小磊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说，先别激动，我们回房间商量一下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婚前婆婆表现得多么和蔼可亲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强势的专制者。小磊，当初结婚时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你说我们会一起打拼事业，共同承担家务。你现在怎么不敢站出来说话了？我哽咽着问。小磊叹了口气，把我搂在怀里。我也很为难啊，妈年纪大了，脾气越来越固执。这房子确实是她的名字，所以你是站在你妈那边了。我推开她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不是站在谁那边，我只是……小磊支支吾吾地解释着，眼神闪烁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，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你妈重要。不是这样的。小磊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我只是想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也知道，妈年纪大了，确实需要人照顾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照顾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我有我的事业和规划，凭什么要我放弃一切？如果真需要人照顾，可以请保姆啊。小磊面露难色，妈不喜欢外人进家门，那你呢？你就不能多承担一些家务吗？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推给我？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。正说着，婆婆推门而入，脸色阴沉，吵什么吵？邻居都能听见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开门见山。妈，我尊重您，但我不能辞职在家。如果您坚持要收房租，那我们只能搬出去住了。婆婆眼睛一瞪，搬出去？你想都别想。小磊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？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只是……小磊再次试图解围，婆婆打断他，你给我闭嘴，我跟你媳妇说话呢。然后转向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绝对不会跟你搬出去的，是吗？我转向小磊，你自己说，你是选择继续和我一起生活，还是留在这里听你妈的？小磊左右为难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能不能别这样逼我做选择？
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捂着胸口，面色痛苦地坐到了床边。哎呦，我的心脏，疼死我了！小磊立刻慌了神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我马上叫救护车。我冷眼旁观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每次争执到关键时刻，婆婆总会恰到好处地出现身体不适。救护车很快到来，医生检查后说，只是情绪激动导致的短暂不适，并无大碍。但这一闹，矛盾暂时被搁置了。当晚，小磊在医院陪床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翻出了结婚证和婚前的照片。照片中，我和小磊笑得那么甜蜜，婆婆站在一旁，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。谁能想到，短短2年时间，一切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用颤抖的手指划着手机屏幕，浏览着各种租房信息。或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正当我沉浸在思绪中，手机突然响起。喂，小雅，你还好吗？是小磊的声音，听起来疲惫不堪。我能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冷淡地回答。医生说妈只是血压有点高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小磊停顿了一下。小雅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妈毕竟年纪大了。然后呢？所以我就应该放弃工作，在家当个全职主妇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，还要忍受她的指手画脚。我忍不住讽刺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小磊叹了口气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明天一早回来，有什么好谈的？你选择站在你妈那边，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我打断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找房子了，我准备搬出去住。小雅，你别冲动。小磊急了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商量什么？商量我是辞职在家当你妈的保姆，还是每月掏3000块钱的房租？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小磊，我们结婚时你许诺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过我们会一起奋斗，共同打拼属于我们的未来。现在呢，才结婚2年，你就让我放弃一切，困在家里当个全职太太。电话那头再次沉默。我知道小磊夹在中间很难做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。如果现在退让，以后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回想起婚前小磊带我来他家时，婆婆热情地准备了一桌子菜，笑着说：小雅啊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了。谁能想到，那些亲切的话语只是表面功夫。凌晨时分，我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，小磊回来了，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医院那边，我妈让我回来跟你谈。小磊坐在床边，表情凝重。他坚持要你辞职在家。我猛地坐起来。所以你大半夜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小磊抓住我的手。小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跟你商量，能不能先委屈一下你，委屈一下。我几乎要笑出声。放弃我的工作，放弃我的事业规划，放弃我的经济独立，你管这叫委屈一下？就暂时的。然后呢？等我真的辞职在家，以后再想工作就更难了。我猛地抽回手。小磊，这不仅仅是工作的问题，而是婚姻中的尊重和平等。如果你妈真的把我当女儿，她怎么会提出这种无理要求？就在我们争执不下时，门外传来婆婆的声音：吵什么吵？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。我们都愣住了。小磊急忙走出去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医生不是说让您多休息吗？婆婆推开门，站在卧室门口。我没事。医生胡说八道。她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小雅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辞职在家还是交房租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直视婆婆的眼睛。妈，我既不会辞职，也不会交您房租。如果您坚持这样，
那我只能搬出去住了。婆婆脸色一变，好啊，你敢威胁我？小磊，你媳妇要离家出走，你说怎么办？小磊站在我们中间，进退两难，他的目光在我和婆婆之间游移，最终他低下了头。妈，小雅工作挺好的，不如我们换个方式。你竟然帮着外人说话！婆婆声音陡然提高，我养你这么大，就是为了让你娶个媳妇来气我的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。在婆婆眼里，我永远是个外人，是抢走她儿子的罪魁祸首，而小磊永远无法真正站在我这边。那一晚的争吵最终以婆婆摔门而去告终。小磊在沙发上辗转反侧，而我则在卧室里整理行李。我决定先搬到闺蜜那里住几天，冷静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回想起与小磊相识的过程，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。那时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，他是公司的技术主管。我们从同事变成恋人，再到结婚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。婚前我们去过他家多次，婆婆总是笑容满面，从未表现出任何不满。小雅，你和小磊都是上班族，以后结婚了，家务要一起分担啊。婆婆甚至这样叮嘱过我们。谁能想到，婚后不久，她的态度会来个180度大转弯。其实矛盾的种子早就埋下了。婚后第3个月，婆婆提出要来和我们同住。她住在老家的小县城，说是一个人寂寞，想来大城市热闹热闹。小磊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，甚至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征求。妈年纪大了，想儿子了，这很正常。小磊当时这样解释。婆婆搬来后，一开始还算克制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对我的不满越来越明显。起初只是对我做的饭菜挑3拣4，后来开始干涉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最后竟然提出让我辞职在家的要求。磊啊，你媳妇整天忙工作，哪有时间照顾家里？你看看家里乱成什么样了。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只知道赚钱，不知道照顾家庭，这样怎么能幸福？儿子，妈看你每天那么辛苦，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心里多难受啊。婆婆的这些话语如同利剑，一点点刺痛我的心。而小磊则在这些言语攻势下逐渐动摇，他开始频繁地提醒我多做家务，照顾好他妈妈，甚至暗示我可以考虑换个轻松点的工作。天亮时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卧室，小磊坐在客厅里，眼圈发红，显然一夜未眠。你真的要走？他声音嘶哑地问。我需要冷静几天，我平静地回答。你去哪儿？小茹家。小磊站起来，想要帮我拿行李，被我拒绝了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的房门打开了，她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手中的行李箱。怎么，吵架了就要离家出走？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方式？婆婆冷笑道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整理我的东西。妈，您别说了。小磊轻声劝阻。婆婆走到我面前，突然语气一软。小雅啊，我知道我可能说话有点重，但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你看，我一个人带大小磊多不容易，现在就希望他有个幸福的家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妈，幸福的家庭不是建立在牺牲一方的基础上的。我尊重您，但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。什么人生规划？不就是上班赚钱吗？婆婆又变回了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。赚再多钱，家不和，有什么用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住即将爆发的情绪。妈，我和小磊结婚时，我们约定过共同经营这个家，而不是一个人放弃一切。
如果您执意要我辞职在家，或者交这笔毫无道理的房租，那我只能先离开冷静一下了。婆婆冷哼一声，随你便，走了就别回来了。小磊急忙拉住婆婆，妈，您别这样说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2年的家，墙上挂着我和小磊的婚纱照，角落里放着我们一起买的绿植，茶几上还摆着我们蜜月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。这一切曾经充满爱的痕迹，现在却让我感到无比陌生。小雅，小磊追了出来，拉住我的手，别走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我摇摇头，小磊，我需要时间思考，这不仅仅是关于辞职或房租的问题，而是关于我们婚姻的本质。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尊重和理解都给不了我，那这段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小磊面露痛苦，我夹在中间很难做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苦笑道，在你心里，你妈和我是对立的2方，而不是一家人。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留下这句话，我转身离开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泪水终于决堤而出。闺蜜小茹二话不说就收留了我。听完我的遭遇，她气得直拍桌子，这婆婆也太过分了，让你辞职就算了，还要收房租，这不是明摆着难为人吗？我擦干眼泪，我知道婆婆只是想让儿子过得更舒适，但为什么一定要以牺牲我为代价呢？因为在她眼里，儿媳妇就应该牺牲自己。小茹愤愤不平，这种老思想害人不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磊不断发消息、打电话，甚至来小茹家门口等我。每次见面，他都说在尽力说服他妈妈，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小雅，再给我点时间，妈年纪大了，思想转变需要过程。小雅，要不我们先搬出去住，等妈想通了再说。小雅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多做家务，减轻你的负担。听着这些话，我心里越来越明白，小磊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我的感受。在他眼里，问题的核心是家务分配和住宿安排，而不是婚姻中的尊重与平等。1周后，小磊带着婆婆来到小茹家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婆婆的态度软化了不少。小雅，妈说话可能有点重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语气和蔼，你要是实在不想辞职，那就不辞了，房租的事情也不提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吧。我看着婆婆突然转变的态度，心里却没有丝毫欣喜。这种和解来得太突然，太不真实。小磊在一旁笑着说，看，妈都让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看着婆婆问，妈，您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婆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然后说，还不是小磊整天唉声叹气的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我看着心疼啊。再说了，家里也确实需要收拾了。原来如此，不是她认识到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不合理，而是心疼儿子。如果我现在回去，一切真的会好转吗？我心里没有底，但看着小磊期待的眼神，我还是点了点头。那好吧，我收拾一下，明天回去。小磊和婆婆离开后，小茹担忧地说，你真的决定回去了？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我苦笑道，但总要面对，不是吗？回到家后，表面上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婆婆不再提辞职和房租的事，小磊也变得格外体贴，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。但我能感觉到，婆婆看我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不满和评判。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回家，刚推开门，就听到婆婆和小磊的谈话声。儿子，妈不是想为难小雅，但你看她整天忙工作，家里的事情根本不上心，
这样下去，你们的生活怎么会幸福？妈，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和您不一样，现在都讲究男女平等，家务共担。什么男女平等？那是外国人的思想，在咱们中国，自古以来，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有什么错？时代变了，妈，时代变了，也不能丢了根本。儿子，妈老了，就希望你找个贤惠的媳妇，好好照顾你。现在小雅整天工作，家里乱糟糟的，你的生活质量在哪里？我站在门口，心如刀绞。原来婆婆从未真正接受我的选择，她只是暂时妥协，等待下一个机会再发难。我轻轻关上门，返回楼下，坐在小区的长椅上，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段婚姻的未来。是什么让婆婆如此执着于让我成为全职主妇？是传统观念，是对儿子的过度保护，还是对我这个外人的本能排斥？无论答案是什么，事实已经明确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尊重和理解。手机震动起来，是小磊发来的消息：你在哪儿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我看着这条简单的问候，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。小磊是个好人，但他永远无法成为我真正的依靠。在婆媳冲突中，他永远是那个摇摆不定的和事佬，既不愿伤害母亲，也不愿失去妻子。回到家，小磊和婆婆都已经睡了。我悄悄走进卧室，看着熟睡中的小磊，心中做出了决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提出了分居的想法。什么？分居？小磊震惊地看着我，为什么突然要分居？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段婚姻。我平静地说，昨晚我听到你和婆婆的谈话了。小磊，你心里其实也认同你妈的观点，对吗？小磊沉默了，这种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能说明问题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继续说，与其日复一日的争吵和妥协，不如给彼此一些空间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婆婆耳中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她没有暴跳如雷，而是露出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。年轻人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吵架是常事，至于分居吗？婆婆看似在劝和，语气里却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不过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就搬出去吧，正好房子是我的，你搬走了，我还能省点心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幻想。在婆婆眼里，我从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一部分，而只是一个外来者，一个可以随时被驱逐的入侵者。小磊送我到新租的公寓，一路上沉默不语。临别时，他终于开口：小雅，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我摇摇头。小磊，问题不在于你妈想让我当全职主妇，或者要收房租，问题在于，在这段婚姻中，我找不到平等和尊重。如果连最基本的这些都没有，我们还能走多远？小磊低下头，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我会想办法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关上了门。现在我独自生活已经3个月了，小磊偶尔会来看我，带着他的犹豫和不决。婆婆则通过各种渠道传话，说她愿意不收房租了，但坚持认为我应该以家庭为重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我选择妥协，放弃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是不是就能换来婆婆的认可和家庭的和谐？但转念一想，一段建立在牺牲一方基础上的婚姻，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是继续分居，最终离婚，还是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相处方式。但有一点我很确定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不应该因为传统观念或他人的期望而放弃自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